荧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医师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我们每天都会接触，却可能从未深思过的健康风险。它并非什么新型病毒，也不是罕见疾病，它就存在于我们家中，存在于我们每天至少会打开数次的地方。大家肯定都想到了，那就是冰箱。不过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今天要谈的重点并非冰箱故障，也不是食物过期。我想揭示的是一个更容易被忽略，却更可能导致您或家人生病，让孩子腹泻，让老人脱水住院的细节。这个关键点就是冰箱门边的置物格。我确信，您家中冰箱也有这一格，而且此刻您的脑海中或许已经浮现出里面存放的物品：牛奶、鸡蛋、果汁、沙拉酱，对吗？确实如此。您可能认为食物只要放进冰箱就安全了，但事实是，冰箱门边往往是整台冰箱中最不安全的区域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将清晰而详尽地向您解释，为何这里有风险，其科学依据何在，有哪些真实案例可供参考，以及您该如何改进。这些调整无需额外花费，也不费力，只要改变摆放习惯，就能有效预防许多疾病。首先讲冰箱门边为何成为细菌重灾区。核心原因在于，冰箱门是整个冰箱温度最不稳定的区域。请您回想一下，每次打开冰箱，冷空气一出，热空气涌入，而门边正是最先、最直接受到这种温度变化影响的位置。有研究数据显示，一般冰箱内部温度大约维持摄氏0度到4度，但门边的置物格在频繁开关的过程中，温度可能瞬间升至8度、10度，甚至15度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在食品安全科学中，有一个关键概念叫做危险温度带，即4摄氏度到60摄氏度。在这个温度区间内，细菌的繁殖速度最为迅猛，而冰箱门边那一格正是最容易落入这个危险温度带的区域。许多人并不知晓，即使食物看起来没有变质，其中的细菌数量可能已经翻倍，甚至增加10倍。特别是乳制品、鸡蛋、酱料和果汁等食品，风险更高。第二部分，国外大型研究证实，冰箱最脏处常在门。这并非我作为医生的一家之言，这些结论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曾进行大规模调查，针对200多户家庭的冰箱进行取样分析，结果令人震惊。冰箱门边的细菌数量比冰箱内部冷藏区高出7倍，比冷冻区更是高出48倍。检测出的细菌种类包括李斯特菌、沙门氏菌、大肠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嗜冷菌，其中李斯特菌尤为棘手，它甚至在摄氏4度以下的低温环境中依然能够存活并繁殖。这正是许多人困惑，明明已经把食物冷藏了，为什么还是会变质的原因。问题并非出在冰箱冷却不足，而是您将食物存放的位置错了。第三部分，普遍存在的习惯性错误。请问大家，您是否有以下习惯：将牛奶放在门边，将优格放在门边，将沙拉酱、番茄酱、辣椒酱等调味料放在门边，将果汁放在门边，将鸡蛋放在门边附带的蛋架上，将宝宝吃剩的辅食继续存放在门边。如果您符合3项以上，那么您和绝大多数家庭一样，包括许多医生、护士、营养师，甚至是食物安全专家。因为冰箱的设计如此，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样使用是正确的。但今天我必须指出，上述这些食物恰恰是最不适合存放在门边的。它们通常富含水分、蛋白质或乳脂肪，一旦温度波动，便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。第四部分，我们举例一个真实案例。
一杯冰过的牛奶导致儿童住院。我分享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：一名3岁男童半夜突然发烧、呕吐、腹泻，精神萎靡，虚弱无力。检查结果显示沙门氏菌感染，父母焦急万分，表示家中饮食皆为自制，且所有食物都经过冷藏。详细询问后，我提了一个问题：孩子的牛奶通常存放在冰箱的哪个位置？母亲回答：就放在冰箱门的那一格。答案瞬间明朗，牛奶瓶被反复开关，瓶口容易受到污染，加之门边温度不稳定，为细菌在牛奶中大量繁殖提供了条件。儿童免疫力较弱，饮用后立即发病。许多家长认为牛奶冷藏即安全，实际上最危险的情形正是错误的冷藏。这个孩子住院治疗了2天，家人忧心忡忡，寝食难安，而这一切只需一个小小的调整就能避免。请勿将牛奶存放在冰箱门边。第5部分，真实案例2：老人饮用剩半杯茶后送急诊。再分享另一个案例：一位78岁的老先生，平日身体硬朗，某天晚上突然吐下泻，全身无力。他饮用的那杯茶是早上泡制的养生青草茶，喝了一半后放入冰箱，晚上取出继续饮用。茶水含糖，并含有植物萃取成分，且已开封，再加上存放在温度波动频繁的门边，到晚上饮用时，其中的细菌数量已然成倍增长。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，饮用后立刻出现严重症状。类似的案例，我在急诊和门诊工作中屡见不鲜。问题并非出在食物本身品质不佳，也并非饮品过期，而是冰箱使用方式错误。第6部分，鸡蛋放门边，风险超乎想象。许多冰箱门边都设计了专门的蛋架，但我想坦诚相告，将鸡蛋存放在门边，或许是冰箱设计史上最大的迷思之一。原因有2：第一，鸡蛋壳表面本身就可能带有细菌，尤其是沙门氏菌。第二，门边温度不稳定，可能导致蛋壳表面结露，湿气滋生，为细菌的迅速繁殖创造了条件。一篇发表在 Food Control 期刊的研究指出，鸡蛋存放在门边，其细菌增长速度是存放在冰箱内部深处的25倍。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也明确建议，鸡蛋应存放在冰箱内部的后壁深处，而非门边。冰箱门边的蛋架看似方便，但其实是极具误导性的设计。第7部分，我们再来举例哪些食物最不宜放门边。在此，我列出一份门边禁放清单，您听完可能会惊讶地发现，自家冰箱的存放习惯几乎全部错误。第一，牛奶、优格、鲜奶油等乳制品。这类食品富含蛋白质、糖分和脂肪，是细菌最理想的滋生机制。第二，鸡蛋如前所述，不再赘言。第三，开封的酱料、沙拉酱、番茄酱等，开封后其酸碱平衡改变，更容易变质氧化。第四，奶茶、含奶手摇饮、加奶咖啡等乳制品与糖的组合是细菌的最爱。第五，婴幼儿辅食、剩余奶液等这类食品风险极高，绝不存放于门边。第六，鲜榨果汁、蔬菜汁等含糖量高且富含植物纤维，细菌滋生速度惊人。第八部分，哪些食物可以放门边？原则很简单，能够存放在门边的，应该是那些对温度变化不敏感的食品，例如矿泉水、碳酸饮料、未开封的酱料、醋、辣椒油以及其他不含易腐成分的调味品。这些物品相对不易腐败，对温度波动的耐受性较强。第9部分就来讲一下冰箱的正确使用指南。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个既简单又实用的冰箱分类原则，听一遍就能记住。冰箱内部最深区
存放最易变质的食品，生鲜肉类、海鲜水产、牛奶、蛋、熟食制品、婴幼儿食品、剩菜剩饭，这是冰箱内最寒冷、温度最稳定的区域。豆制品、已开封的果酱、便当餐盒，冰箱最上层存放对温度相对不敏感的瓶瓶罐罐。未开封的罐头食品、各类酱料、番茄酱、未开封的酸奶。门边区域最不适合存放易腐食品的位置，仅建议存放饮用水、碳酸饮料、醋。未开封的酱油，请务必记住，不要放牛奶，不要放鸡蛋，不要放已开封的酱料，不要放果汁，不要放婴幼儿辅食。第10部分，冰箱使用常见迷思。您可能自认为非常注重卫生，但一些日常行为可能正在无形中破坏冰箱的保鲜效果。以下常见错误，您很可能也曾经经历过：忘记及时关闭冰箱门，导致内部温度骤升，为细菌大量繁殖提供温床；将仍有余热的食物直接放入冰箱，会使冰箱内部整体温度升高，引发细菌滋生风险。冰箱内物品塞得过满，阻碍冷空气循环，严重影响冷气效果。每年仅清理一次冰箱，门边收纳格往往是霉菌滋生的重灾区。建议每2周清洁一次冰箱门边收纳格，原因很简单，这里最容易被污染，温度较高，却最常被忽略。第11部分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冰箱的角色。许多人存在着认知迷思，认为食物只要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。这种观念并不正确，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，冰箱的主要功能并非永久保护食物，而是延缓其变质过程。真正的食品安全取决于您的存放方式。如果存放位置错误，冰箱反而可能成为健康隐忧的帮凶。在节目的最后呢，说说我的最终建议与健康嘱咐托。以上我所分享的内容归结到日常生活中，您只需要牢记以下3个核心要点。这些建议凝聚了我行医40余年的观察与思考，也融合了现代家庭医学的智慧。请将那些容易变质的食物，如牛奶、鸡蛋、熟食、肉类和婴幼儿食品，全部转移到冰箱内部最深处、最靠近后壁的区域。您可以将冰箱内部想象成安全等级区，越不容易拿取的位置，因为受开关门温度波动的影响越小，所以往往越安全。这一个小小的位置调整，相当于为这些娇贵的食品提供了一个温度恒定的保险箱。第2，重新规划门边空间，做到功能纯化。请将门边的收纳格视为耐存放品专属区。最佳做法是将其清空，然后只用于存放那些对温度变化相对不敏感的饮品和调味品，如未开封的饮料、矿泉水、醋和辣椒油等。门边的布局越简单，物品性质越单一，潜在的风险就越低。这不仅关乎温度，也减少了不同食品间交叉污染的可能性。第3，将清洁门边纳入日常维护，而非年度大扫除。我强烈建议您每2周用前劲的湿布擦拭一次门边的储物格。原因在于，这里是每次开启冰箱时最先与外界空气和您的手部接触的部位，因此也最容易积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霉菌孢子。定期的简单清洁，其意义远胜于1年1次的彻底清扫，它能有效阻断污染源在冰箱门口的聚集。各位朋友，行医多年，我深知健康最深厚的根基，往往就埋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习惯之中。我们总是关注远方的风暴，却容易忽略脚下细微的裂痕。调整冰箱的存放格局，这件事看似琐碎，但背后是对科学规律的尊重，也是对家人健康一份实实在在的守护。它无需高昂的成本，只需您一份清醒的认知和几分钟动手的改变。请相信，许多悄然而至的健康问题
都源自于无数个被忽略的细节的累积。反之，长久而稳固的健康，也正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正确的微小习惯所建构的。希望您能从今天开始，给家中的冰箱来一次小小的科学改革，让它真正成为您家庭健康的守护站，而不是被忽略的风险盲区。